大家好，在開始今天的內容之前，我想先請大家調動一下腦海裡的常識，在五行八字的世界裡，什麼是好的關係？我相信絕大多數朋友的第一反應都是相生，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在我們的傳統認知裡，仿佛只要是生就代表着給予，代表着無私的支持，代表着一種充滿溫情的母子關係。特別是當我們看到寅木和巳火這兩個字放在一起的時候，你看寅木是參天大樹，巳火是初升烈日，這表面上看起來簡直就是一幅木火通明的絕美畫卷，對吧？木為火提供燃料，火因木而光明，這不就是我們夢寐以求的互相成就嗎？但是現實往往比理論要殘酷得多。如果你真的在生活或命盤中遇到了这組關係，你會驚訝地發現，劇本完全不是按照母慈子孝來演的。現實情況往往是，你想幫人，結果對方覺得你在害他，甚至反過來怪你多事兒。你投入了巨大的資源，想把事兒做大，結果反倒把原有的局面搞砸了。甚至在身體上原本強壯的體格，突然就出現了難以名狀的炎症，不得不動手術。為什麼美好的相生會演變成一場名為穿的災難？為什麼盲派要給這組關係下一個如此狠辣的定義？寅巳相穿。今天我們要做的就是撕開那層木火相生的溫情面紗，帶你層層深入去探究這背後隱藏的義理真相與人性博弈。要理解這件事兒，我們不能只看五行這層皮，我們要看它的骨，也就是季節與狀態。很多時候我們誤解了寅木，也高估了巳火。首先讓我們重新認識一下寅木。在五行書上它是參天大樹，是栋梁，但在大自然的日曆上，寅月是正月。請大家回想一下正月的景象，雖然日曆上寫着立春，但戶外是什麼感覺？風是刺骨的，雪可能還沒化完。這時候的木雖然體內蘊含着生機，但它的狀態是濕的，內部帶着深深的寒氣。如果生長在高寒地區，它甚至還處於休眠狀態，脆生生的，一掰就能折斷。所以站在你面前的這個寅木，不是一根乾燥的精良木材，而是一根剛從雪地裡刨出來的冰冷沉重的屍柴。再來看看巳火，巳月是農曆4月，立夏之初。雖然叫夏天，但這火旺嘛。在這個階段，天氣的特點就是多變，就像那變色龍，忽冷忽熱，乍暖還寒。特別是在南方，這時候還有小滿節氣，雨水充沛，濕度很大，而且巳火內部藏着庚金，這決定了它的立場極其不堅定。金旺跟金跑，火旺就跟火走。它根本不是那種能焚燒一切的熊熊烈火，它只是一簇忽明忽暗、溫度尚不穩定的初夏之火。好了，現在真相的第一層揭開了。當濕冷的寅木遇到微弱的巳火，發生的物理反應根本不是木生火，而是滅。這就好比你在野外生火，火苗剛竄起來一點點，你突然扔進去一根巨大的濕木頭，結果是什麼？滋一聲響，濃煙滾滾。巳火覺得窒息，差點被壓滅。寅木也沒有烙好，它沒燃燒起來，反而被那點微弱的火烤得皮開肉綻，變得焦黑殘缺。這就是寅巳穿的第一層含義，這是一場力量不對等的強行介入，因為湿氣太重，因為火苗太弱，原本的生变成了事實上的克。如果說刚才講的是物理層面的不兼容，那麼接下來我們要挖掘更深層的原因，精神層面的三觀不合。這種相穿歸根結底是因為溫差，在義理中溫差大就代表三觀不一致。這兩人打架不僅僅是因為一個是濕木，一個是弱火，更是因為他們心裡的向往根本不在一個頻道上。寅木是個理想主義者，他生在寒冬之後，他最渴望的是溫暖，是把地底下的陽氣丙火引出來。他懷念的是冬天亥水的那種深沉滋養，他追求的是一种向上生長的純粹，他覺得這世界就需要熱量，需要燃燒。而巳火是個現實主義者，他生在夏天之初，他肚子裡藏着庚金，他心裡想的卻是秋天，他向往的是申金，那種秋天的涼爽和肅殺。他不想被生，他想的是怎麼變現，怎麼結果，甚至怎麼變得冷酷一點。這時候悲劇的內核就出現了，寅木衝過來抱着巳火說，你看你溫度太低了，
我要給你加溫，我要把你變成大火，這是為你好。而巳火卻覺得你是不是有病？我就喜歡現在這個涼爽舒適的溫度，你為什麼要強迫我燃燒？我不接受你的那一套。這才是川的靈魂所在。什麼是川？川就是帶着怨氣的相生，是強加於人的善意。在八字命理中，這種關係表現為寅木因為付出而受傷，被火烤焦，有皮沒毛；巳火因為被強生而受損，原本藏在裡面的庚金被穿壞了。講到這裡，有經驗的朋友可能會問，到底是木壞了，還是火壞了，還是裡面的藏干壞了？這裡我們必須引入一個更動態的視角，力量對比。這就好比兩個體重不同的人打架，誰傷得重，得看當时誰的帮手多。我們在分析命局時，往往會發現这兩種情況。情況一，卯木引動，火反穿木。很多朋友認為，既然是火穿木，那肯定是火越旺越穿吧。比如來了個午火，錯，大錯特錯。在這個理論體系裡，如果來了午火，那可是大救星，因為午火是大火，能直接把濕漉漉的寅木給烤乾，木頭乾了就能生火了。這時候反而不穿了，變成了一团和氣。真正可怕的是來了卯木，因为卯木是中神，它代表的是今年新長出來的木，反而是引動了巳火。巳火這個家伙性格不穩定，被卯木一慫恿，他動起來了。他這一動不是去生土，而是回頭去穿，傷害寅木。這時候寅木就慘了。巳火裡面藏着什麼？藏着庚金。寅木裡面藏着什麼？藏着甲木。這一穿就是巳火帶着肚子裡的庚金，狠狠地砍向了寅木肚子裡的甲木。甲木受損意味着什麼？在身體上，甲木代表膽，代表頭，更代表我們的骨骼和肢體。情況二，水旺失木，火被壓滅。這一種情況和剛才的截然相反。剛才是因為巳火旺了來穿寅木，而這一次是因為水太旺，木太濕。如果寅木這邊幫手多，比如旁邊有個亥水來生它，或者天干透出了水，這時候的寅木濕氣極重，這時的寅巳穿就是一堆濕柴死死壓在微弱的火苗上，結果是什麼？火透不過氣來，直接被憋滅了。這時候受傷的是巳火裡的丙火和庚金，火被滅代表心臟小腸出問題，庚金被壞代表大腸肺部或者財運受損。所以寅巳穿最迷人也最凶險的地方就在於它不是定數，它是變數，它隨着大運流年的能量變化，一會兒燒壞了木，一會兒憋死了火。所以看到這裡，你是否理解了寅巳穿表面上是五行的生克，本質上是兩個頻率不同的人，在錯誤的時間用錯誤的方式進行了一場兩敗俱傷的合作。它告訴我們一個殘酷的成人世界法則：如果不考慮對方的承受能力，如果不統一雙方的價值觀，哪怕是再大的善意，最終也會變成一種具有毀滅性的傷害。講完了深奧的物理原理，咱們來聊點接地氣的。如果一個人的命局裡帶有寅巳穿，或者大運流年遇到了這個組合，他在生活中會是什麼樣子的？如果非要給這種性格貼個標籤，我覺得最精準的詞就是糾結的付出者。這種心態特別微妙，說的直白點就是，我明明還在生着你，幫着你，但我忍不住就是要跟你翻小賬，哪怕正在付出，心裡也憋着氣，嘴上也得叨叨两句，甚至带點刺兒，這畫面感一下子就出來了，對不對？第一種表現叫一邊幫忙一邊氣人，這就是典型的寅巳穿性格。他心腸壞嗎？不壞，寅木是去生巳火的，他是想幫忙的，但是因為穿的存在，因為那個溫差和三觀不合，他幫你的方式讓你極其難受。比如他一邊給你轉賬解決困難，一邊數落你，早就跟你說了別這麼幹，你非不聽，看看現在還得靠我吧。或者是在工作中，他為了幫你完成業績，用了一種你非常不認可，甚至覺得有點越界的手段，結果就是事兒雖然辦了，但雙方心裡都結了個疙瘩，對方不但不感激，反而覺得欠這份人情欠得特別憋屈。第二種表現叫不聽勸的固執，這種人有時候真的是有點軸，甚至可以說是腦袋犯傻，明知道這樣做會吃虧，但他就是要硬着頭皮做。為什麼？因為寅木太濕太寒了，他就是一根筋，他認準了要生這個火，哪怕這個巳火根本不想被生，
哪怕這個過程會把自己燒得有皮沒毛，他也要硬着頭皮上。這在別人眼裡就是不擇手段，就是強迫症。所以尹四川帶來的成功往往是带血的功勋，財是求到了，官是做上了，但回頭一看，要麼是身體垮了，要麼是得罪了一圈人，留下的都是殘破的關係。尹四川在健康領域的应驗度就像一个精密的報警器，專門指向我們身體的幾個特定部位。為什麼？我們還是回歸原理，寅木穿巳火，受傷的是誰？第一是火被壓滅了，巳火代表心臟、眼目、小腸。第二是木被燒焦了，寅木代表神經、經脈。如果天干不透丙火甲木寅巳川，90%段為痔瘡。如果透了，很多時候是口腔潰瘍。為什麼是這兩個地方？大家想一想川這個字的象意，川就是孔窍，就是通道。人體最主要的一條通道就是從嘴巴進到肛門出的消化道。寅巳川代表這裡面有熱毒，有炎症，有堵塞，濕氣裹着熱氣排不出去，發不出來。往上走就是口腔潰瘍、牙齦腫痛，往下走就是痔瘡、腸道息肉。特別是在壬寅年2022年，因為壬水加重了寅木的濕寒，導致寅巳川的力量加大，很多朋友那一年腸胃都出了大問題。更嚴重的警示，心臟與手術。除了這些小毛病，寅巳川最怕的是血光之災，因為川的速度很快，代表突發極快。當師木強行去生弱火，如果火徹底被憋死了，那就對應心臟供血不足，心梗。如果火突然反撲把木燒斷了，那就對應筋骨受傷，車禍手術。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敬畏寅巳川，因為它不僅僅是情緒上的糾結，更是身體發出的紅燈信號。為了把這個道理講透，我們來看一個非常真實的案例。這個故事的主角是一個在街邊賣烤串的大哥。我們要看的不是他賺了多少錢，而是他命運中那2次因為寅巳川引發的巨大轉折。先看他的原局表達了什麼。這個八字很有意思，坐下是寅木，月令是巳火，時支是申金。用比劫做事，層次往低斷，印被穿一次，沖一次。本來可以斷公司減小一次是店面，再小一點就是小攤了。寅巳申，這就湊齊了著名的三刑和相穿。這像什麼？寅木是木頭，被穿小了是籤子，巳火是火炭，申金是流動的車輛刀具。這不就是一副活脫脫的街頭燒烤嗎？更有意思的是，他的寅巳申是雨神，驛馬星都在地支亂動。這說明他的生意不是安安穩穩坐在店裡的，而是那種推着小車在馬路邊游擊作業的流動攤位。他也是有正式工作的。和田上的薪金是國家的財，薪金是誰的就給誰幹活，所以他是國企的。年上的丑也代表了礦，而這個小攤是他自己的買賣。大哥坐下寅木印生比劫，也是個善良之人，看着挺有煙火氣，对吧？但危機就藏在這個不穩裡。既然是寅巳川，寅巳換相就是丙寅，我們來看看命主丙寅年發生了什麼事情。接下來講的這件事是一個真實發生的悲劇，它就發生在上世紀80年代。那一年是丙寅年，那時候正值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很多地方才剛剛有電視機。我們先來看命主的兄弟宮，在這個八字裡，天干透了2個丙火，月令是巳火，這就占了3個火，再加上寅木裡還藏着一個丙火，這就意味着命主家裡兄弟4人，他排老3，底下還有一個最小的弟弟，我們叫他小4。這小4長得那是相當精神，非常俊俏，是10里8鄉出了名的帥小伙。故事的起因是那個年代特有的規矩，小4談了個女朋友，2人感情很好，但是家裡長輩發話了，哥哥們還沒結婚呢，弟弟怎麼能先結？就是因為這個理由，女方家裡不願意了，逼着女孩非要跟小4分手。那個晚上氣氛壓抑到了極點，小4去了一個有電視的鄰居家裡看電視，他坐在角落裡，眼睛盯着屏幕，但心思完全不在電視上。他手裡的煙一顆接着一顆抽個不停，那時候的煙霧就像他心裡堵着的那口氣，怎麼排都排不掉。
看完電視出來，他掐滅了煙頭，徑直去了女孩的家裡。他想再找女朋友聊聊，做最後的挽回。沒有人知道那一晚他們到底談了什麼，是爭吵，是哀求，還是絕望？我們只知道結局。小四突然失控了，他掏出刀，發瘋一樣捅向了女孩。不知道捅了多少刀，那個年輕的女孩當時就沒了。女孩的姐姐和姐夫報了案，警方迅速去了命主家找，但是人沒回来。警方搜遍了小四所有的親朋好友，不管是当地的还是外地的，甚至连平时不怎麼走动的關係都找了，找不到，整個人就像人間蒸發了一樣。這人到底去哪兒了呢？直到第二天，後山傳來了一聲震耳欲聾的轟隆聲，那是爆炸聲。小四不知道從哪兒搞來了雷管和炸藥，一個人跑到了後山上，引爆了自己。家裡人聽到聲音衝上山去找，看到的場景讓所有人一輩子都忘不了。屍體已經支離破碎，身首異處，腦袋都被炸飞到了好幾米遠的地方。警方勘察完現場，也就只能就此結案了。為什麼偏偏是丙寅年？為什麼是這麼慘烈的方式？這在八字裡其實早就寫得清清楚楚。大家看流年來的這個丙寅，天干透出的這個丙火是寅木生的，也是月令翻上去的。命主连体的印生了比劫宫的比劫，這個比劫就是命主有血缘關係的兄弟。流年來的比劫丙火被辛金合住了吧？辛金是什麼？是财，是女人。為什麼是女人呢？這個辛金是丑里來的，也是申金翻上來的吧？申金這個盘中的配偶星，異性女孩子，這種大凶之相的劫財見財都會遇到些詭異的事情，這就是為了女人。兄弟失去了理智，走向了毀滅，而地支的陽氣尽滅是最關鍵的。正月寅木裡藏的丙火，一半是陽氣，一半是溫度。月令的主气是4月了，這個時候的火已經逐漸成為物質火，是溫度了。但是年支有個丑土，寅丑暗合，這個暗合太恐怖了。丑土裡藏着辛金，那是陰暗中的至陰至金。正是这個陰金悄悄地把寅木中那點微弱的代表生機的陽氣丙火給合去了。天干丙辛合，地支寅丑合，天地一氣，天罗地網，它在劫難逃。如果在卯木運上沒有遇到寅木的流年，那就叫造化是躲過一劫。原局寅木本來就弱，月令巳火又被卯木大運生旺，寅木出來就是被制的那個字。評論區有提問說，命局中弱的那個字要找弱字的大運來補，怎麼補啊？原局被制了，敢出來嗎？出來不就是被制的硬期嗎？寅巳穿的時候穿壞了寅中甲，這個丙火就沒有源頭來生它。天干被合制，地支無生助，所以對這個丙火來說，他的人生的理想信念徹底崩塌了，他失去了希望。大家想象一下那個畫面，一根帶着濕氣的木頭被強行扔進烈火裡燒，它不会燃燒，它會發出噼里啪啦的聲音，那是爆炸的象啊。所以當天地都來圍堵這個丙火的時候，他最後選擇了用雷管炸藥，用這種最慘烈的方式結束了自己。從他的命局看，這個弟弟其實就是典型的童子命。時間來到了己巳年，這一年大運在走卯木運。大家注意，這時候局面變了，流年巳火直接到位，大運又有個卯木在生它，木生火，火勢瞬間變大。這時候的寅巳穿就變成了我們剛才说的第一種情況，火旺穿木，烈火熊熊燃燒，原本那根濕漉漉的寅木，也就是命主的身體骨骼，瞬間被烤乾燒斷。結果是什麼？這一年這位大哥發生了工傷，右腿骨折了。日主丙火有月令翻上來的一個就是2個人，是2個人同時受傷。時間繼續流轉，來到了乙巳年，乙巳是木火年，看起來不錯，印祿相隨。這時候大運換成了亥水運，注意形勢徹底反轉了。亥水是什麼？是寅木的源頭，是冬天的大水，而且原局裡還有個申金，申亥同宮，出自丑，這就形成了申金生亥水，亥水生寅木的鏈條。這時候的寅木完全是一根吸飽了冰水的濕木頭，
變得無比寒濕。而流年乙巳一柱說的就是木生火的事兒，會發生什麼？這就是我們說的情況二，水旺失木，火被壓滅。濕氣太重，直接把微弱的火苗給壓滅了。火主心臟，火被滅就代表心动力没了，血管堵了。所以就在今年的亥月，水最旺的时候，這位大哥做了心臟搭橋手術，应在丁亥月。丁代表心臟，這一柱說的就是水火的事兒。為什麼是心臟搭橋？因為穿也代表手術刀，代表修補，脈不通了，得強行打通。大家看，同樣是寅巳穿，同樣是這幾個字，在火旺的時候，它折斷了你的骨頭；在水旺的時候，它堵塞了你的心臟。這就是那個賣烤串的大哥教給我們的道理。在這個案例裡，我們清晰地看到了，所謂的寅巳穿並不是一個死的斷語，而是一個動態的能量场。它就像一個危險的蹺蹺板，左邊是濕氣，右邊是火力，哪一邊太重，另一邊就會被高高彈起，然後重重摔下。而我們學易經、學八字是為了什麼？不是為了算準哪一年骨折，哪一年搭橋，而是為了在這塊蹺蹺板失衡之前，提前看到那個傾斜的趨勢。如果在亥水大運裡，他能提前知道失木塞火的風險，也許通過加強火的能量，提前介入藥物治療，就能幫那微弱的心臟避過這個手術關。講到這裡，我們的視頻快接近尾聲了。我們拆解了五行的物理法則，看透了冷暖的三观博弈，也圍觀了那位賣烤串大哥的跌宕人生。屏幕前的你，如果发现自己命裡也有這個寅巳穿，或者此時此刻你正身處一段像寅巳穿一樣糾結的關係裡，明明想愛卻總是互相傷害，明明想成事卻總是一波三折，請不要害怕，也不要覺得這是某種詛咒，因為在易經的最高智慧裡沒有絕對的壞，只有放錯位置的能量。所謂的穿，其實是在提醒你，接納不完美才是最大的完美。寅巳穿所帶來的東西往往是不完整的，就像那個大哥的生意是路邊的流动的，就像有些人的財運是靠破壞規則或帶點傷痛換來的，那又怎樣呢？如果你能接受這份殘缺，接受殺敵1000自損800也是一種生存策略，那麼穿就不再是傷害，而是一種破局的利刃。那麼在實際生活中，我們該如何化解這種穿帶來的負面影響呢？這裡有3個錦囊送給大家。第一，調節溫差，統一三觀。既然寅巳穿的根源是溫差太大，那解決辦法就是調溫。在人際關係裡，如果你是那個熱情的寅木，想去幫人，請先看看對方巳火的狀態。如果對方還很弱小，請收起你那如洪水般的好意，不要強行介入，給他一點空間，讓他自己先慢慢熱起来。懂比愛更重要，同頻比付出更珍貴。第二，尋找通關的貴人。在五行裡，誰能化解寅巳穿？答案是午火。為什麼是午火？因為午火是真正的旺火、烈火，只要它一出現，局面瞬間就活了。寅木那深濕氣直接被午火給烤乾了，木頭乾了，不僅不滅火，反而變成了最好的燃料去生火。而巳火有了午火這個強力幫手，也不怕被壓滅了。在生活中，這代表什麼？代表你需要引入第三方的力量，或者更強大的能量场。當2個人的合作陷入僵局時，找一個更強勢、更陽光、格局更大的人，午火進來破局，往往能把互相傷害變成共同做大。第三，關注身體。如果你知道自己正處在寅巳穿的運勢裡，記得多關注我們的口腔、心臟和腸道，少吃寒涼，多曬太陽，特別是在冬天亥子月，保護好你的陽氣。在春天寅卯月，照顧好你的肝膽。既然知道前面有個坑，咱們繞着走或者慢點走，這就是知命的意義。易經告訴我們，道法自然，寅木也好，巳火也罷，它們都是大自然中不可或缺的能量。雖然它們相遇時會有一場激烈的碰撞，會冒煙，會受傷，但正是因為這種碰撞，才有了生命的火花，才有了這世間精彩紛呈、跌宕起伏的故事。希望今天的這期視頻能幫你讀懂寅巳穿背後的深意。願你哪怕手持濕柴，也能遇見那個懂你的烈火。願你哪怕身處寒冬，也能在心底生出一團不滅的暖陽。下期節目我們來聊聊卯辰穿。我們在下一期的易學智慧裡
不見不散。